客官里边请，小金给你说电影。今天小金要给大家说一部美国恐怖电影《夜魔》。故事还得从男主二狗说起。这天，二狗作为一名装修工人，受雇到一个珠宝商家做装修。虽然二狗因为努力工作而拿到了相对丰厚的报酬，然而这点钱仍然不足以抵付二狗媳妇儿欠下的一屁股债。生活的压力彻底压垮了二狗，走投无路之下，二狗准备趁珠宝商外出度假期间去他家偷珠宝换钱。于是他叫来了老黑，让老黑负责销赃，事成之后两人五五分成。达成协议的当晚，二狗就潜入了珠宝商的家里，开始利用自己精湛的开锁技艺开保险箱。与此同时，影片中的大反派夜魔出场了。二狗此时也察觉到这个屋里还有别人，意识到情况不对，马上准备开溜。但是当二狗回到潜入的门时，才发现大门被安了4个机关锁。眼看着和老黑约定分赃的时间就要到了，二狗急得不行。这时通风口里忽然传来了求救声，接着满身是伤的珠宝商就被扔了出来。刚好看到穿着夜行衣的二狗，珠宝商并不知道抓自己的是另有其人，单纯的以为二狗就是罪魁祸首。然而就在珠宝商挣扎着要起来时，却触动了机关，珠宝商被机关拉走吊起，又摔下了楼。这时夜魔把昏迷的珠宝商给拖走了。看到珠宝商就这么在自己面前被抓走，二狗吓得珠宝也没心情偷了，赶紧打电话报警，先保住小命要紧。结果二狗刚拿起电话，听筒里藏的针头就差点刺穿二狗的耳朵。二狗狗急跳墙，不幸被窗户上的刀片割伤。这时二狗才反应过来，房子四处早已被夜魔布置的机关重重。看着周围这些天衣无缝的机关，二狗自知不是夜魔的对手，于是二狗就和夜魔斗智斗勇地玩起了躲猫猫，小心翼翼地避过了各种机关陷阱，来到了地下室，找到了被绑架的珠宝商。于是二狗本来盘算好的盗窃计划就此改成了营救计划。二狗找到珠宝商的老婆，让老婆用尖叫声引开夜魔，自己则趁机去救珠宝商的小女儿。为了女儿的生命安全，老婆照做了。于是二狗成功地转移了夜魔的注意力，逃走了。然后利用珠宝商给的密码打开了保险箱，拿到了一把手枪，还顺手拿走了红宝石。然而悲剧的是，二狗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子弹，反而在衣柜里找到了一个被关在箱子里的老头。老头告诉二狗，自己也是夜魔的受害者，并且这夜魔没啥别的爱好，就是喜欢像集邮一样的杀人。然后老头又开始大喊大叫，二狗怕把夜魔给招来，就又把老头塞回了箱子。接着二狗继续寻找出口，没想到的是千防万防还是不慎中了机关。地板上带有腐蚀性的强力胶牢牢粘住了二狗的鞋底，另外有一只喵星人也被困在了强力胶里。二狗脱了鞋，费劲地往床上挪，同时还不忘把鞋子给收起来。为了测试机关，二狗把喵星人给扔了出去，结果窗户的机关落下，喵星人瞬间身首异处。夜魔听到猫叫声上来查看，二狗则急中生智，躲进了一堆抱枕里，躲过了夜魔的视线。夜魔离开后，二狗偷偷跑回珠宝商那里，却发现珠宝商已经被夜魔开膛破肚领了盒饭，珠宝商是没救了。二狗就去救珠宝商的老婆，并再三叮嘱对方一定要跟着自己行动。结果刚走出去，珠宝商老婆看到开膛破肚的尸体就被吓懵逼了，于是这傻娘们儿就把二狗的话抛到了脑后，疯了一样的往阁楼上跑。听到动静的夜魔赶了过来，二狗只能眼睁睁看着刚刚救出来的傻娘们儿又被夜魔掳走。这时珠宝商的大女儿麻花妹带着一只小奶狗回到了家，刚进家门，两人就开始卿卿我我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家里的异常。很快夜魔就持刀出现了，小奶狗慌不择路的逃跑，中了连环机关，狗带了。趁着夜魔绑架麻花妹的功夫，二狗跑上楼弄响了闹钟，麻花妹也在被绑起来的前一刻拨通了报警电话。随后夜魔被铃声惊动，转身去楼上查看情况，二狗又趁机下楼去解救麻花妹。结果估计这一家子的智商都是遗传的，二狗千辛万苦搞了这么一通救人，麻花妹却想也不想的就随手拿起了柜子上的剪刀，触发了机关，把自己害死了。二狗此时的内心估计是万马奔腾啊！珠宝商这一家子都这么蠢的吗？接着二狗就决定不再和夜魔周旋，而是利用箱子的老头声东击西引开夜魔，自己则在老头的掩护下打碎窗户逃了出去。结果
二狗没跑多远，一回头发现珠宝商的小女儿蹲在窗户上向自己求救。于是，充满正义感的二狗又跑了回去，找到了藏在屋子里的小女儿。接着，二狗计划利用水电制造机关反杀夜魔。果然还是图样图森姆。狡猾的夜魔先把老头推了出去实验机关，接着二狗抱着小女儿逃出了浴室，发现了一个连接楼下的通道。就在小女儿刚刚落地的刹那，夜魔撞开了浴室的门。在扭打的过程中，二狗撕下了夜魔的面具。从二狗这惊讶的表情可以看出，必定是二狗认识的人啊。随后，夜魔开始对二狗各种折磨。另一边，麻花妹之前拨通的报警起了作用，来了个警察前来勘察情况。这时，夜魔走了出来，毫不畏惧地看着警察。要说这警察也不是一般的弱智，都这样了还不知道开枪，一个劲儿瞎嚷嚷。最后，不光给夜魔送了人头，还爆了装备。与此同时，二狗挣脱了束缚，带着小女儿开始了新一轮的逃生计划。夜魔带着得到的新装备，很快就找到了两人的位置。二狗就弄了个火筒，在猎狗扑过来的时候扣了火筒，搞死了猎狗。紧接着，夜魔追了过来，两人又是一番殊死搏斗。之后，夜魔摔下楼梯，二狗抓住机会推动了夜魔设置的机关，带刀的吊灯落了下来，困住了夜魔。二狗赶紧带着小女儿跑到了大路上求救。结果二狗估计是看到警车太过兴奋，直接冲到路中央，被警车撞飞。在看到小女儿被警察救走后，二狗这才如释重负地昏了过去。之后，二狗被抬上了救护车，并告诉警察，夜魔就是白天在珠宝商家中的其中一个工人。看到这里，小青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谁知这时救护车突然翻车，夜魔再次出现，杀死了救护车上的警察。而此时的二狗因为一身的伤，加上精疲力尽，已经毫无招架之力，完全不是夜魔的对手。最后，绝望的二狗再次落入了夜魔的手里。二狗也喜提有史以来最有正义感的反面角色的荣誉称号。本片中的场景模式也像极了《电锯惊魂》中的场景模式，封闭的空间、诡异的机关和残忍的手段。在这样的布局下，血流满地、残肢断臂和哀嚎嘶叫成了影片唯一的主题。可以说，这部电影的着重点不在于如何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而在于怎样让你感到恐怖。于是，各种惨不忍睹的死法就出现了。凡是可以挑战你眼球或心理极限的画面，电影中比比皆是。而总有如小青这样对这一类电影乐此不疲的影迷，看的是有滋有味。好了，小青分是要打烊了，喜欢小青的客官还请点击订阅哦。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评论和小青互动，我们不见不散哈，拜拜。